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第3份作业线上字典 Lexical Pro。接下来本周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咪咪助教来跟我们一起介绍有关线上字典的制作过程。好，丽婷助教，请问一下 Lexical Pro 到底是什么？来 ，Lexical Pro 的这个软体，它的功能可以把我们的字汇，有时候甚至可以把语音的资料库一起变成一个字典，让这个字典可以输出变成文字档，你可以直接线上变成一个网页，所以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软体。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Lexical Pro 该怎么来做吧。好，首先大家从网络上下载好 Lexical Pro， 安装好之后呢，就会跑出这个图案。好，我们点下去，第一个出现的会是范例。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出现的范例是这个 Barbara 这个语言。好，它会出现英文或是不同语言呈现的方式。那你也可以按这边，它有不同的范畴类别。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做像是这样子。来，我们这边先开启一个建立新词典。好，我们可以按下去。好，这边我们就按 Next。好，它会问你的 language name 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 Indonesian。好，我们来查一下印尼语的语言代号，打 IND。这边就会出现了 Indonesia， 按 OK。 好，接着我们继续按 Next。 它问 Which language do you use for definition and glosses？ 这边我们会需要用到中文跟英文。好，它会给我们语言的代号，它这边英文写 EN Chinese， 它写 ZH。 好，如果你需要有什么改变或新增的话，可以再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直接用 Next 继续下去。他就会问你说 ，lexical entry are already sorted。好，这边如果我们没有特别要用什么的话，一样继续按 next。所以我们的 language marker 这边英文就是 E Chinese 就是 N， 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许多用途了。这边是里面的一些代称，它的 marker。如果你需要 change marker 的话，你可以改变，但通常我们都是原用。好，这边是说你储存的位置。好，他问你需不需要有一个桌面上有个连结，我喜欢连结，所以我会按一个连结。接下来我们就来按确定要来制作属于自己的资料库 database， 按 create。 好，出现了，请按确定。还记得我们的 word frequency 吗？按照我们的 word frequency， 我们可以来做最常用的10个单字。老师虽然建议你们用最常用10个单字，但最常用10个单字其实有很多是名词或是虚词。助教建议你们做其他的词汇，有词缀跟词根的，可以帮助你对印尼语的词汇认识有更好的基础。好，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助教自己制作的范本。好，我们先写我们的词条名字是什么。第一个是，好，接着我们要做这个。好，我们可以在这边打。再来 part of speech 就是词类的意思。那这边的意思是和谁和谁，或又什么又什么，这种通常是连接词。那我们在这边，我们词类我们可以给它写一个连接词。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有关词典的词汇范畴类别设置。好，这边呢，我们先写 semantic domain， 找到了 semantic domain， 按下确定。好，这边我们就会出现了，这个就是词典的词类范畴。词类范畴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和这个字虽然是连接词，但是你把它的词类范畴，也可以再把它做一个叫做连接的部分。我们可以把 semantic domain 按照你想要的分类去分，比如说什么、哪里、
谁，你可以把它分成一个类别，叫做疑问。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把它另外分一个类出来，或是猪、狗、马，你可以把它分一个类别，叫做动物。现在呢，老师来示范。老师想把 then 这个连接词放在一个拿来连接句子的部分，所以老师给它一个 domain 叫做 conjunction， 老师给它一个代号叫 conj。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这边设置一个词典范畴类别设置，按下去，它会问你要不要呢，你就按 yes。接着我们在这边按一个，你这边可以按一个 code， 要打 conj。这边你都可以自己打 ，OK， 按 OK， 出现了范畴类别 conjunction， 点进去就会出现 then。那如果其他，比如说又啊、和啊这些的，它就全部都会出现在下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还要设置的东西有什么呢 ？G1 就是 English gloss goes here。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给我们的 English gloss 有什么呢 ？end 的意思。好。这边有一个 XV 就是 example。好，接下来 XE 是什么呢 ？example in English。好，在这边把它放上来。如果它被你按掉了，你可以自己找出来 XE， 按确定就可以了。好，再来 XN Chinese translation。好，全部都弄好之后呢，就可以按一个检视。我们就可以出现这样。好，接下来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部分。好，比如说印尼语会有很多词根，词根会有前缀、后缀，它们可能会依照不同的情况，同样的词根加上不同的词缀，就会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 kepala 这个名词是头的意思，可是我们如果在后面加一个鸟，就会变成谁的头？那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是狗狗的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设定。刚刚我们讲过的都一样。好，在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叫做 SE sub entry， 这边 sub entry。好，按下确定之后，你就可以打一个以这个是词根，但是这个词根衍生出来的加上其他词缀的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后面加上 nia 的词打上去。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 dog's head。我们来解释一下，所以我们按到这边的时候就会直接出来。那我们再点进去就会看到这边，它就会说检视主要词根标记。好，我们再点回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很特别的地方哦。我们这边要怎么检视主要词根呢？那我们就要用一个叫做检视字根的部分。好，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 CF 叫做 cross reference。好。所以你在 Kepala 这边打完之后，增加一个 CF 这个格式，然后再把它的字根 Kepala 这边打下去，就会出现一个可以检视字根的部分。你按进去就可以交互检视了。这是字典最好用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范例。何老师用达悟语做的线上字典。好，所以你看这边我们看到了它的字根是什么？是 AP， 所以我们可以按这边进去 AP。可以看到 AP 的意思是什么？是拿取，所以它衍生出来的词汇有这么多种，都是由 AP 这个字根去衍生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交互查询检视字根。好，当你全部都做完之后，这边有一个汇出成文件档，也可以汇出成网页档。好，它会说叫你汇出成网页档，就按 Next。给你的网页一个名称吧，我要叫它 Indonesia 词汇 ，Next， 汇出，好，自动跑出来了，看到吗？这个就是我做的 A、B、C、D 全部都有。那我的范畴类别有哪些呢？我用了一些连接词、量词，还有介系词。介系词有哪些呢？我把它放了这些，按照方位去放。那如果我要去查询，看到这个对不对？检视哦，我可以知道这个 adala 它的字根是 ada。好，按进去了。
就可以看到哦，是 exist 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何老师他做的，可以看到后面有词性，有中文意思，有例句，好，全部都有。所以你输出之后就可以像这样，那把你这个网址复制起来，丢给老师，放在教材区，我们就可以找到这就是你做的线上字典。好，同样的，这个也可以输出成文字档。我们来看档案汇出成文件档这个部分，出现，这就是你做的线上字典。输出来就是像这样，按照字母去一一的分类解释。助教希望大家负担不要太重，所以呢，建议大家找出10个字去做就好，10个字做出刚刚我们说的那一系列，全部都做出来。虽然线上字典的部分比较难，比较复杂，但是你做出来之后呢，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请在讨论区跟我们留言，我们会立刻为你解答。那今天咪咪助教跟丽婷助教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